过进行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以来，与之相关联最多的词汇是高难度。那么它的难点究竟在哪里？要在中段成功拦截来袭导弹的关键又有哪些呢？弹道导弹的飞行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导弹点火升空到飞出大气层的过程，这个阶段是在大气层内的飞行，称为上升段。第二个阶段呢是导弹飞出大气层外，在大气层外向目标区域飞行的过程，称为飞行中段。第3个阶段是导弹到达目标区域上空附近，重返大气层打击目标的过程，称为重返大气层阶段或者再入段。那么从导弹飞行的阶段来看呢，拦截的越早，效果就会越好。因此，如果能够在上升段拦截是最好的。此时呢，导弹刚起飞不久，被击落后也是掉在敌人的领土，不会对本国造成伤害。不过呢，它的难度也是最大的。这一阶段往往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需要在弹道导弹点火后的第一时间就发现并且发射拦截弹。那么在上升段拦截，除非是守株待兔，不然根本来不及。也就是说，不仅要对敌方发射阵地进行无时无刻的侦察，还要提前将拦截弹尽量部署到周边。这2个限制条件缺一不可，难度实在太大。目前世界军事强国在反导方面都主要集中在中段和末段拦截上，而进行末段拦截的时候呢，由于弹头已经返回大气层进入俯冲阶段，速度非常的快，反导系统要捕捉它的难度也不小。即便是拦截成功，弹头也通常会掉落到本国的领土上。所以呢，如果能够在飞行中段就将导弹摧毁，是最为理想的。而与上升段、末段相比呢，弹道导弹中段飞行的时候，弹道相对平稳和固定，飞行时间也最长。反导系统计算出它的弹道之后，就可以引导拦截弹在最佳拦截点进行1次或者多次拦截。不过呢，不同射程弹道导弹飞行中段的空域高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呢在200到2000千米高度。中近程弹道导弹最大800千米上下，中程弹道导弹最大1000千米上下，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最大2000千米上下。可见呢，中段拦截弹必须要有实打实的硬功夫。中段拦截弹由助推火箭和弹头2部分组成。那么助推火箭呢，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拦截弹送入到大气层，并且呢到达弹头制导系统能够捕获目标的范围。弹头的技术难点要更高。以美国的 GBI 陆基中段拦截弹为例 ，GBI 的弹长16.8米，直径1.27米，重量达到22.5吨，有效射程6000公里，射高可以达到2000千米。当拦截弹达到适当的高度和速度之后，就会进行弹体分离，释放大气层外动能杀伤器 EKV。那么 EKV 上搭载了红外导引头、变轨推进器等等，速度超过了每秒8000米。在红外导引头截获敌方导弹之后 ，EKV 就会进行变轨机动，使自己的飞行轨道与敌方的导弹的飞行轨道交汇，最后依靠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动能，直接将目标撞毁。当然了，中段反导拦截也不是一个拦截弹就能够搞定的，还要有强大的预警和监测网络。那么，只有解决了对高空高速目标的远程探测、跟踪、识别、指挥、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问题，才算有了中段反导的入场券。傅前哨指出，反导作战的前提是要在第一时间发现对方的弹道导弹升空，因此早期预警体系必不可少。只有雷达能看得到，拦截弹才可能打得到。中国陆基战略预警雷达的研制工作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640工程，目的是要建立覆盖我国全境的反导系统。深圳卫视军情直播间就曾采访该项目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雷达专家奔德。在640工程中，中国先后研制成功了110单脉冲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和111相控阵预警雷达，也被称为110雷达和7010雷达。110雷达和7010雷达服役后，在对外空目标的观测活动中曾取得不俗的成绩。1979年，7010雷达对提前坠毁的美国天空实验室进行了观测追踪。与美方公布的数据相比，7010雷达所取得的数据在时间上仅差4分钟。1983年1月，110雷达和7010雷达又在没有轨道数据的情况下，准确预报了苏联宇宙2号核动力卫星的陨落事件。这些观测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2款雷达退役后，中国在战略预警雷达领域又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央视此前曾报道称，国产新型远程预警雷达采用 P 波段，其优点在于大气衰减率低，探测距离远。作为反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P 波段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可以超远距离对来自于敌方的导弹、飞机进行先期预警，从而为己方的防御争取必要的准备时间，甚至对太空中的航天器进行观测追踪，并在必要的时候对敌方的电子设备进行干扰和压制。2017年10月，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上，展示了一批国产最新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反导利眼、P 波段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我国已经5次公开宣布进行中段反导试验。有评论指出，拥有了中段反导技术，就相当于在大气层外为国家安全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那么，请教张先生，您是如何来评价这把保护伞的呢？我们知道，目前呢，对一个国家进行远程攻击的主要手段就是导弹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防御来说来对导弹攻击进行防御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导弹的这种防御呢，实际上它的核心就是用我的拦截弹把敌人来袭的导弹打下来。那么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各个国家基本上都采取分层多层次拦截这样一种方式。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目前像美国、俄罗斯、中国具有这种中段拦截的能力。那么这一次我们第5次成功的进行了中段拦截的试验，说明我们的这个技术基本上是成熟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原先进行末段拦截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了在中段这样的一个关键段的拦截的能力。那么这样就对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反导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反导能力增强了那么对手潜在的敌人他就不敢轻易的对我们发动战事。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对敌人的这种威慑的能力在增强。那么张先生，从未来可能发生核战争的角度来看，拥有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它是在大气层外进行拦截的，所以它这个造成的附带的损伤是比较小的如果是核弹的话，那么在大气层外爆炸，那么对地面的损害是比较少的。所以对中段的拦截往往是对敌方洲际弹道导弹，特别是核弹的拦截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国土、对人民对我们的财产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加有效的来保护我们的军事设施，特别是我们的核力量。这样的话，即便在敌方对我们发动了核攻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核力量依然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具备对敌方进行第2次核打击或者说核反击的这种能力